朋友們，大家好！這幾天特別冷，我們這裡下了雪。我目前呢就在科隆的一個城市公園裡，給大家說說今天的話題，還是從那個特朗普悍然對委內瑞拉發動攻擊，然後呢把人家的總統綁架這事情呢說起。這個特朗普啊，或者美國吧，他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可以為所欲為，所以通過這件事啊，可以說是把戰後的國際秩序全部打亂了。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國際法呀，或者是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啊等等，這些都不管用了。從美國角度來說，我就說對我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或者是為了我們國家利益，我想幹嘛就幹嘛，不屬於我的我就拿過來。開始的時候他是說為了什麼反毒啊，对吧？反洗錢，但是他一抓到那個馬杜羅之後，他的畫風馬上變了，而且非常的直白，他就是要那個委内瑞拉的石油，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对不對？他已經赤裸裸的把它說出來，連遮羞布都不要了，直接就說我要你們的石油。這事情啊，我認為是特別的惡劣。從2026年1月3日開始，我發現這個地球就是叢林法則。這人類呢又往回發展了。不過我得說啊，這個叢林法則主要是西方這些國家，歐美這兩大塊，對不對？你們看過去幾百年來，所有在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什麼殺戮啊、殖民啊，是不是都是通過這個歐美這些白人？你看過去，比如說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時候，從他開始，西班牙、那個葡萄牙等等，對吧？然後是英國、法國等，他們是怎麼樣對待殖民地的人的？是不是燒殺搶掠，對吧？這是他們的人性，我認為。但是到了2026年，一點都沒變，他們還是那樣。美國其實它整個體制還有它的所有的文化吧，都是基於這個歐洲這邊的，對不對？原來就是歐洲那些去那裡拓荒的人啊，後來就獨立了，就建立了美國。大家也知道，對不對？原來本來美洲就是印第安人的，後來西班牙人過去，然後把一些病毒啊，還有加上殺戮啊，對吧？就把印第安人全部差不多都杀光了，是差不多啊。目前比如说在美国就是西部那個地方還有一點點印第安人保護區，那是最貧瘠的地方，條件最不好的地方，把那些人關在那裡面，然後呢每年可能有一點點補貼，就這樣。那裡的人其實生活非常糟糕的。我看過那個紀錄片，10年前左右，我自駕過一次在美國那邊，美國人啊就警告我，他說你不要進入印第安人保護區，他說不能保證你的安全。我是沿着66號公路開，就要經過一段那個印第安人保護區。我是從亞利桑那，然後一直我想往那個大峽谷方向，我往那個叫 Monument Valley 那個方向，然後呢中間真的要經過一段印第安人保護區，那裡有牌子的。當時我真的想進去看，所以啊說來說去就是幾百年了，一點都沒變。這幾天讓我感觸非常深，真的，我心裡非常憤怒。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們能改變什麼，對不對？而這個社會啊，這個世界就這樣，誰的拳頭大，誰就是真理。原來所有那些西方鬥獸的什麼民主啊、自由啊、人權，在特朗普這操作下都全是屁。而且我感到特別可悲，對小國。比如說像委內瑞拉的總統，人家在睡夢中竟然呢被活捉，然後呢被可以說綁架到美國去了，对吧？然後你們看他下飛機是怎麼樣被手銬，然後呢被那個壓着那個頭的，好像可能被打了，反正看去走路的姿勢不太对。他的老婆也挺慘的。所以我看到一個國家領導人被這樣對待，我就覺得真的作為小國特別可悲。這個世界沒有任何的公理法則，沒有任何的公平正義，就是憑拳頭。這是給我最深的感悟。然後
我就想到，假如中國這個國家今天沒有那麼強大，還像民國、還像清朝的時候，或者還像建國初的時候，沒有什麼武器，沒有什麼工業，沒有什麼實力，他可以把中國就分成8塊、7塊都可以，隨你便。然後中國人，我不知道會過得多慘。假如中國沒有核武器，假如中國沒有高精尖的武器，那麼比如說今天的國家領導是習主席，對不對？那習主席也可能會遭到馬杜羅同樣的命運啊。而這只是個開端，因為目前看來啊，就美國這個第1號領導人，他好像一個劊子手一樣，殺紅了眼一樣，他就看到沒有人能夠阻攔他，對吧？他可以為所欲為，他的獅子口現在已經大開了，已經嘗到了甜頭了。因為他看到投入很少，幾乎沒有什麼投入，然後他的回報那麼多，所以他從一個交易者，從一個商人的角度來說，這太划算了，對不對？資本家，他是個典型的一個商人啊，他就這樣考慮，他不講意識形態，這點我覺得是好的，對吧？不像那個歐洲這些傻逼這樣，老是民主自由意識形態，他沒有，但是他的所作所為其實呢也是特別的惡劣。也就是他就是拳頭，他就真理，所以我覺得他真的是開了一個很壞的頭啊。所以現在世界上，我覺得除了2個國家，除了2個國家，美國我們不算它呀，除了中國，還有除了俄國，可能那個印度算半個吧，除了2個半的國家之外，其他的國家都瑟瑟發抖，因為初1有了那個委內瑞拉。那初2或者15，還有其他國家，可以說是哥倫比亞呀，可以說是古巴，可以說是巴西等等，對吧？甚至呢，加拿大，還有墨西哥，美國這些盟友，他都沒有安全感了。現在，因為他想動誰就動誰。你看，他剛一拿下這個馬杜羅，然後就馬上說到了格陵蘭了，這不是開玩笑的啊！你看他過去說的話，一般來說，他都會說到做到。既然他早就說要把格陵蘭把它拿下來，因為呢符合美國的国家利益，然後呢美國的国家安全，他扯了一個那個很可笑的借口，說俄羅斯的還有中國的船只在那裡把那個格陵蘭圍起來了，所以呢美國的國家安全受到威脅了。這是子虛烏有的。他只是呢講給他國內那些人聽，以及講給西方這些人，通過他們西方的宣傳機器，然後呢散布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大家看到了嗎？中國啊，總是躺着中槍，沒辦法，就是因為中國的實力太強了。他沒有 China， 好像就活不下去，對吧？他最喜歡說的話就是那個詞，就是 China。我們再回到馬杜羅被綁架到美國受審這件事情啊，你們也看到了啊，他的整個審判過程，對吧？從他下直升飛機之後被壓，像那個囚犯一樣壓下來，塞進那個車裡面，囚車，然後再從囚車弄下來，弄到法庭，整個過程，我就覺得是美國故意羞辱他，給全世界看啊，看看。如果你不聽我美國的話，你就這樣的下場。我覺得，如果一個國家以這樣的方式對待另外一個國家的人，更何況他是原來這個國家的元首，像這樣，我認為特別 low， 這反映出這個國家的人性有多麼的醜陋。這不僅是美國，是整個歐美文化的一個縮影，就是他們呢做人是毫無底線的，要多壞就有多壞，不信嗎？你從航海時代開始到現在，你們自己回想一下，他們歐美人所做的一切，對全世界人民啊，當然也對中国人，對不對？他們是怎麼樣的？第二個，今天我想說的是格陵蘭，他就想要格陵蘭啊，就是貪心唄。格陵蘭不是你美國的，你想拿就拿。當然，按照美國目前的國力，他是有能力拿的，而且。這裡又不得不說，從格陵蘭，我不得不說歐洲這幫小癟三，
我最看不起現在是歐洲這幫人。你美國這幫人野蠻，但是呢，他有那個底氣，他有勇氣，敢說敢做，他就說我想要，這是特朗普說的呀，我想要你那個委內瑞拉的石油你給我，現在他不用遮羞布了现在。但是歐洲這幫人，這幫小癟三，他原來是高舉什麼民主、人權、自由這價值觀，但是碰到美國的時候，他們徹底的沒脾氣了，不敢反对，妥妥的雙標，這點是最讓我看不起的。說到那個格陵蘭的時候，你看昨天8個歐洲國家統一發聲明說反對，但是呢又不敢特別的明說，然後他們是這樣說，就是我們所有的國家，也包括美利坚合众國，要遵守國際法，要遵守戰後的秩序等等。然後說格陵蘭是丹麥一部分，這個丹麥的主權不容侵犯等等。然後還說保衛格陵蘭，你拿什麼來保護？美國要你格陵蘭，你不給，然後呢，你這些歐洲國家敢跟美國開戰嗎？美國在北約之內，然後你這些歐洲國家也在北約之內，北約之內內戰了嗎？而且更為諷刺的是，比如說德國買美國的軍機，對不對？ F-35啊，這樣那樣的美國的武器，那個按鈕就握在人家特朗普的手裡，你怎麼去打美國？可能你的飛機沒有飛起來就掉下來了。所以呢，现在歐洲這些人特別的尷尬。一個是歐洲戰後啊，一直是受到美國保護的，目前其實也一樣。你既受到美國的保護，但是呢，你同時又想打美國，怎麼可能呢？可以這樣說吧，歐洲目前自身難保，真的是啊，泥菩薩過河，歐洲沒有防衛能力，歐洲的防衛是靠美國的，所以他老是想把美國拽住，不要丟下我們。因為歐洲人目前最怕的是誰呀？不是怕美國，是怕俄羅斯。所以如果是美國丟下歐洲不管，他們馬上就慫了，根本就沒有自保能力。我們回到格陵蘭，特朗普想要格陵蘭的理由就是俄羅斯還有中國的船只把格陵蘭圍起來了，所以呢，美國沒有安全了。但另一個理由應該是格陵蘭有稀土，還有其他資源。所以他想拿下來，其實這是最主要的，而中國還有那個俄羅斯船只只是一個莫須有的理由，其實沒有這樣。那美國想拿回來，肯定是輕而易舉的，絕對可以成功。你歐洲這個國家再反對也沒有用，你丹麥再反對也沒有用，你丹麥就是600萬人口的國家，你拿什麼來反對美國？歐洲一樣，你哪個國家有能力反對美國，跟美國戰鬥啊？連武器都是從美國買的，真是天大的笑話。現在歐洲這些小癟三們嘗到了這個苦頭了吧？原來一直跟着美國，然後呢對中國進行各種各樣的打壓，現在被反噬了吧？說真的，我其實感到挺高興的，歐洲也有這樣一天。我心裡呢非常不願意美國拿下格陵蘭，說真的。但是同時呢，對於歐洲這幫高舉什麼民主人權大旗的人，現在那麼尷尬，我真的感到很高興。所以呢，我的感情非常複雜現在。然後美國這樣的操作，相當於北約內部已經瓦解了，這對中國也是好的啊。拿下格陵蘭，我覺得美國一槍都不用開，一個是可以通過施壓，由那個丹麥主動把這個管理權把它交給美國。第二個，可以收買格陵蘭人啊，只有幾萬人，对不对？比如說我每個人發你100萬美元，或者通過格陵蘭人他們自己搞一個公投，在內部搞一些運作，搞個公投，那幾萬人那還不容易嗎？對吧？這樣格陵蘭首先是從丹麥獨立過了之後呢，又公投加入美國，那對美國國力來說，那就更強了。另外呢，我分析啊，為什麼像特朗普這樣特別喜歡
這裡拿過來，那裡拿過來，就是那種強盜邏輯啊。一個是因為他這白人的本性，另外一個呢，他是從美國這個國家考慮，因為他也知道美國那個國債已經38萬億美元了，永遠也還不起，所以呢，他得搞錢呢，國庫虧空了，想各種各樣的辦法去搞錢，然後呢來續命。他搞委內瑞拉，他難道是為了幫助委内瑞拉人民嗎？像他所說的，把委內瑞拉石油拿過來，然後賣個好價錢來幫助委内瑞拉人民還有美國人民，你們信他這樣的說的話嗎？因為如果是美國續命不下去，美元這霸權沒了，那美國這個國家那就完了唄。所以啊，特朗普作为一個美國人，他肯定是憂心忡忡的啊。續美元的命，續美國的命，也關係到特朗普切身的利益。格陵蘭拿過來也可以續美國的命。目前其實就是個美帝國，它就是妥妥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它就是要擴張，如果不擴張，不全世界割韭菜，美國的國債怎麼辦呢？能還得清嗎？每年光是這38萬億美元，它的利息啊，就上萬億美元。所以，如果是不從全世界搜刮民脂民膏，這美帝國是堅持不下去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美國呢，正在失道的那個路上狂奔，那帝國的末日也就指日可待了。所以啊，美國這樣搞下去，不得民心，不得全世界人的民心，其實是非常危險的。一個是你美國的人，你到全世界其他國家去，有安全感嗎？另外，某一個國家今後起來帶領全世界其他國家無產者，那到時如果是另外那個勢力的那邊人更多，人多勢眾的時候，那你美帝國怎麼辦？所以我覺得，目前特朗普就得意忘形的時候，他沒想到明天或者將來會怎麼樣，下場照樣也會很慘，對吧？你今天怎麼樣對馬杜羅的，你今天怎麼樣對其他國家的，那今後人家怎麼樣對你美國，會有樣學樣。我希望這天早點到來。說到這裡呢，我就想起了習主席說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我覺得像中國這種治理世界的理念，值得全世界其他國家學習。你美國越瘋狂的話，越掠奪其他國家，那人家其他國家就越有一個反照，對吧？你看人家中國是怎麼樣的，跟我們做生意，跟我們有好的條件，雙贏。人家可以看到呀，人家中國是來跟我們一起幫我們修路、架橋、建醫院的，而你美國是來抓我們國家總統，來搶我們東西的，這是非常大的反差。只要中國能夠沉得住氣，能夠呢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帶領世界其他國家，我認為能走出一條光明的道路。中國它絕對不怕美國，中國的軍事，我認為啊，在很多地方其實已經超過美國了。即使目前世界上，特別是西方國家人認為啊，美國的軍力比中國強，但是這個我要打個很大的問號。只不過中美兩國沒有真正的打過仗，不知道中國真正實力在哪裡。但是從93閱兵，還有從福建號這個航母成軍之後，以及近來所有中國曝光的各種各樣的武器，可以看出來，中國的軍力絕對在很多方面已經超過美國了，可能綜合軍力也超過美國了。目前唯一可能不如美國的就是航母這一塊，但是美國的航母很多它是沒有戰鬥力的，它只不過是能夠在全世界游移罷了，給全世界一個假象，以為它的海軍很強，其實呢並不一定。我不是軍事專家，但是我對中國的軍力特別有信心。美國特朗普唯一對世界兩個國家特別客氣的，那就是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雖然他特別想把中國把它打下來，但是拿中國沒辦法，奈何不了中國。
美國很多方面就不如中國，所以他怕呀。又加上中國有稀土，而你美國是需要中国稀土的，他做夢都想把中國拉下来，但是没有那個能力。所以目前俄羅斯其實也不行，唯一能帶領全世界其他國家的受盡了美國壓迫的剝削的國家，中國完全有能力帶領他們。就像當初農村包圍城市一樣，我們就把現在全世界那些，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當作農村，而中國就可以帶領這些農村包圍城市這種戰略，今後絕對可以把這個美帝國把它打下來，不用經過戰爭。到時你這邊力量大了，發展你的經濟了，科技啊、軍事也發展起來，那今後就越來越多的國家會跟隨中國走，因為跟中国走可以讓你的國家發展更好，讓老百姓有體面的生活。而跟另外那個美國美帝國走，你看他們那些國家今後的生活會怎麼樣？別說其他國家，就是美國自己的國民，你看有多少？前段時間不是有個熱的詞斬殺線嗎？在斬殺線以下的那些人有多少那麼慘的？既然美國那麼好，那為什麼美國自己有那麼多的國民還露宿街頭？現在冬天的時候被凍死，你美國連自己的人民都照顧不好，還怎麼照顧其他國家人呢？絕對不可能吧。講了格陵蘭之後，其實剛才第3點我也這樣講到了，那就是呢，中國目前我覺得是人類唯一的希望。從美國的那個操作來看，他已經完全不講武德了，他就是像一個黑社會老大，對吧？他想幹嘛就幹嘛。剛才講到了，中國可以做另外一個榜樣，以習主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理念來治理整個地球，這才是一個更好的出路。給我感悟很深的就是，你們想想看，舉個例子啊，假如這個地球沒有中國這個國家，你們覺得亞洲人還算人嗎？你看看日本人，還有看韓國人，他是怎麼樣對美國跪舔的？人家美國把你當人看嗎？要你日本怎麼樣就怎麼樣，對不對？要你韓國的三星就要韓國的三星，要你韓國去那個美國投資就去美國投資，要你台灣台積電去美國投資，你屁顛的去，人家根本不把你亞洲人當人看。如果沒有中國人的話，可以說全亞洲都得感謝中國。中國可以說是幫亞洲人撐了這個面子出來，因為他們看到，你看中國這樣行那樣行，有這樣的武器，有那樣的武器，可以到月球的背面，可以上火星。你看亞洲除了中國，還有哪個國家可以幹到？連歐洲那些白人也幹不到了。現在，特別是特朗普開展什麼貿易戰、關稅戰以來，唯一敢硬剛美國的是哪個國家？也是中國吧，对吧？中國人就那麼硬氣，也是幫亞洲人，特別是幫東亞人長了臉呀。所以，全亞洲人都得感謝中國人。這是悟出第一個道理。第二個，一個國家不強大，其他一切都是浮雲，其他一切過去那些鼓吹的民主自由啊，都是個屁，真的是這樣子。我不知道現在台灣的那些1450還會不會一天到晚把這個民主自由掛在嘴上，然後呢，他對他們美國爸爸目前的操作是怎麼樣的？是跪舔嗎？他們認為美國今天這樣做是合乎他們原來價值觀的嗎？朋友們，反正啊，美國特朗普的操作，或者美國這個國家操作吧，是給全世界崇尚所謂民主自由那些人啪啪的打臉。這點我覺得太爽了，一天到晚原來就是那民主自由這種價值觀，好像有了民主自由，有了選票就高於一切一樣，就好像他們道德要比其他人要高很多一樣。但是現在，這所謂的民主自由被特朗普踩在了腳下，原來那麼跪舔美國的，而被美國可以說這樣左右開弓打臉，你們說不爽嗎？另一方面，正由於美國這樣的操作，所以讓他離心離德，也讓原來他那些所謂的盟友、那些看門狗也看清了啊，美國這個國家也是不可信任的。也可以說，
由於美國這樣的操作打臉了其他那些他們的小弟那些盟友，讓那些盟友也稍微清醒了，可能今後啊，對中國的反感也許沒有那麼多了，只是也許。由於美國騷操作，我覺得今後呢，中國要設法整合，比如說整個東亞、東南亞，這樣團結在中國的周圍，然後以東亞、東南亞為一個基地，把中國的影響力逐漸擴大到全世界，最後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來讓這個地球更加美好。對這點我是有信心的，而且我相信美帝國肯定有崩潰的一天。而且不是說在300年之後，也許很快，也許5年，也許10年，但是呢，不會特別長久。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好了，今天節目就到這裡，感謝各位，我們下期見。